是只手遮天的黑道老大。你问我什么是黑道？黑道就是你一旦选择了这条路，就必须要比坏人更坏，比恶人更恶。要混，就要做最大最黑的。小子，因为啥进来的？我是被冤枉的。被冤枉的？1周前，在同学们的起哄下，木哥向暗恋了3年的校花表白，却遭到无情拒绝。心情郁闷的木哥来到酒吧买醉，一觉醒来后，他发现校花洗在了他身边，模样惨不忍睹，很明显生前遭遇了巨大的折磨。我作证，凶手就是木哥，那天亲眼看到他把校花带进宾馆的。现在证据确凿，所有证据都指向你杀害了他，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不是，真的不是我做的，我真的是被冤枉的。有了证人的证词，不到1周的时间，木哥就被定罪，判刑入狱。叔叔，我儿子真的是被冤枉的，他真的不会做出这种事的。你他不是那混蛋做的，还能是谁做的？你们看，那个混蛋来了！一辆押送车出现在众人眼中，众人看到后便起身朝那辆车走去，但2家人也在押送车前起了冲突。校花这边的家属仗着人多，将木哥父母按在地上打了一番。警卫看到后立马冲过去，将众人分开。儿子，别怕，爸知道你是被冤枉的，爸就算拼上这一命，也要还你清白。木哥，这就是你的牢房，你们几个别欺负新人。放心，哥几个都很友好的，叔叔你就放心吧。警卫只是瞥了一眼，便转身就走。希望爸妈能早点找到证据，这里的氛围实在是太糟糕了。喂，小子，过来一下。既然进了这里，那就是有事。老子问你话，老老实实回答，不懂规矩就得挨揍。木哥从小到大何曾挨过这样的打？此刻他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都快爆炸。我真是被冤枉的。这小子还敢嘴硬，就狠狠的打。这小子真是个硬骨头，挨了1个多小时的打，晕倒之前还在说自己是冤枉的。这小子让我很不爽，之后别给他好果子吃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刀疤几人压根没把木哥当人看，还时不时的打他一顿。他试着跟警卫报告过这件事，但也只是让一个小弟受罚，而自己则被几人打，差点把命丢了。爸妈已经1个多月没有来看过我了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木哥算着时间，整个人十分烦躁，甚至有种心神不宁的感觉。我爸妈不可能会放弃我的，他们也知道我是被冤枉的，但为什么唯一一次的探视机会却没有来？难不成爸妈是出什么事了？这天晚上，木哥硬着头皮找到一个比较和气的警卫。张警卫，我有件事想麻烦一下您。你说是什么事？那个，我想找您去看看我父母现在怎么样，他已经1个多月没来看我了，我怕。木哥说到这便没有继续说下去。张栋也明白他的意思，沉思了片刻。行，这件事我知道了。第2天，木哥正在吃饭的时候，张栋面色沉郁地走了过来。小木，我刚接到消息，你要坚强点。我爸妈怎么了？你父母他们半个月前骑摩托去市里帮你上诉的时候，出了车祸，不幸遇难了。爸妈，怎么会这样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小木，请节哀。张栋没有多说，转头离去，只留下木哥一人失魂落魄地坐在远处，已全然失去了知觉，脑海里只有父母的音容笑貌。大哥，自从上次把那个姓穆的小子打出心理阴影后，现在见到我们就躲。是啊，都还没玩够，他就害怕了，真是太没意思了。你们别急，总有碰见他的时候。大哥，你快看，他现在就坐在那里吃饭。那还等什么？这么久没和我们相处，他一定很想我们。小子，今天吃肉，这些骨头老子送你的，千万别客气。木哥没有说话，他还沉浸在悲痛之中，双目无神地看着前方。你他妈的瞅啥呢？不服气啊？那老子再多给你一点。给我吃干净了，敢剩一点，老子今晚再吊你一个通宵。木哥依然没有说话，只是他的眼中逐渐有了神采，或者说是凶光。他妈的，老子说话你不回答是吧？我让你吃饭，你听到没？快放开我大哥！就算血也要拉一个垫背的。等警卫赶来后，发现现场一片狼藉，刀疤倒在血泊中，奄奄一息。我先看着这里，你再去多叫几个人过来。木哥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不知道在监狱闹事有多严重吗？木哥转过身，刚想开口，但脑袋一沉。姐姐，你知道木哥吗？我当然知道啊，今天早上还是我去帮他输的营养液呢。那他现在是什么情况啊？唉，
自从上次在食堂晕倒，醒来之后性情大变，一心求喜，出现很多次自残行为了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我们只好把他捆绑起来了。这小子的病房是真难进。小伙子，不能就这么死了呀！木哥恍若未闻，但老者也不在乎木哥是否有回应，自顾自地说：“我不是要劝你看开，也不是要劝你大度，我只是想跟你说一下，如果你这样死了，那你父母的仇可就没人报了。”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父母其实是……说什么？我父母是被人害死的，可又有谁会害他们？那你觉得仅仅只是因为车祸那么简单吗？你又是怎么知道的？我猜的。你猜的？看你这表情，好像觉得我在忽悠你。难道你自己就没想过你父母是被人害的吗？我不知道。哈哈，年轻人，我活了60多年，什么样的事我没见过？你要知道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什么反常？我就问你一句，校花到底是不是你杀的？绝对没有。这就对了，人不是你杀的，但却有人证物证，能够判你入狱，那说明什么？你是说有人害了校花，然后嫁祸给我？你还算聪明，而你的父母在上诉途中双出车祸身亡，那只能说明他们应该是拿到了什么关键证据，然后被人杀了灭口。这就是我的推测。听了杜老的分析，木哥深吸一口气。之前没有想到过这些，但是现在一想，一切都像是被设计好的。到底是谁？又为什么要害我？杜老说完后，一直在观察木哥的状态。当看到木哥眼神中的凶悍，暗暗点头。怎么样？现在是想死呢，还是想活下来，为父母报仇呢？可我现在这个样子，要怎么复仇？如果你真想报仇，我可以帮你。真的？没错。不过在这之前，你得向我证明你真有这个毅力报仇。我需要怎么证明？你先好好吃饭，估计再过几天你就会被送回牢房。刀疤已经放话了，要弄死你。你要是能从刀疤手中活下来，我就帮你。刀疤在监狱里势力不小，如果他真想整死我，那我该怎么保命？需要怎么做，就靠你自己了。如果你连保命的本事都没有，那就别提报仇了。我一定会活下去的。要想多点机会，可以多读这本书，对你有好处的。这不是医学书吗？看这个做什么？看看身体哪个部位最脆弱，看看攻击哪个地方能最快杀死一个人，这些都是杀人的技巧。不出意外，今天就会被送回去。这10天，杜老教会了我很多方面的知识。他在入狱之前，绝非一个简单人物。只是，老师傅，你在入狱前到底是做什么的呀？小伙子，察言观色你已经会了，现在我再教你一个生存法则。做人不要太好奇，好奇的人往往死得早。你只要知道我姓杜。木哥，你身体已经恢复，今晚你就可以回去了。医生，能不能现在让我回去？行，一会儿我安排警卫送你回去。怎么这么着急回去？晚上牢房里全是刀疤的人，你觉得我还有活命的机会吗？现在回去，他们在干活，这样还有搏一搏的机会。不错，你果然是个人才，那我可就等你的好消息了。醒目的，老子这只眼算是被你废了。一会儿等回了牢房，你看老子怎么收拾你。你再看老子。眼前这一幕已经完全出乎所有人的预料。等众人回过神，只听见楼下传来一声巨响：“所有人都快退回来！”木哥，我错了，求你。现在知道错了，可就太晚了。木哥，你疯了吗？你知不知道，你现在只是判了20多年，可你上次在食堂，这次又把他打成这样，这些情况会让法官直接判你死刑的。杀了我？那你就杀了我呀！木哥这一吼，吓得周围的犯人脸色惨白。他们是凶悍，但不疯啊。面对一个一心寻死的疯子，谁能不怕？刀疤最终没死，但也废了，下半辈子都得躺在床上了。而木哥的刑期翻了1倍，不过他并不在乎。杜老，我活下来了，现在该告诉我怎么离开监狱了吧？行，既然你证明了你的能力，那我就该兑现我的承诺了。你帮我制造一个机会，我就带你出去。你说的机会是什么机会？让监狱混乱起来，
吸引所有守卫的目光。你趁乱来到厨房和我会合。好，我会办妥的。我看他们不爽，你们去把他们打了。小子，准备挨揍吧！再见，朋友们。好小子，干得漂亮！趁现在赶紧走。杜老，带路吧。两人匍匐在下水道，艰难地往前走。只要稍微往下一爬，恶臭的污水就能渗到嘴角。纵然如此，牧哥也是一声不吭，全速往前爬。终于到了，四栅栏都被焊着的，要怎么出去？放心，我早有安排。我已经让外面的人把这个铁栅栏锯得差不多了，你用力往外推，就能把这铁栅栏推开。好，我试试。小子，你的任务完成了。既然你一心想死，老夫成全你，不用谢我，送你上路吧，不用谢我。说完后，杜老便朝护栏走去。就当杜老把栏杆拆完后，身后传来一点声音。没等杜老反应，牧哥将杜老扶躺在地，一把匕首朝杜老脖子刺过去。杜老立马抬手格挡，另一只手将牧哥脖子扣住。小子，挺机灵啊，竟然会装死。不过你这点本事都是老夫教的，你凭什么跟我斗？牧哥另一只手突然一扬，杜老扬手一打，紧跟着一团粉末从中飘出，飞进了他的眼里。这次是你大意了。一把匕首悄无声息地刺到杜老小腹，杜老吃痛，茫然地看着小腹的匕首，又看了看牧哥的另一只手，很意外吧？刺向你脖子的不是匕首，而是一根棍子。为了阻挡你的视线，真正的匕首一直在我的左手。你怎么可能？您老人家这么快就忘记了你教过我的第一条生存法则吗？事出反常必有妖。没错，凡事若是有反常，必然有问题。你我毫无纠葛，你这么好心帮我，若你没有什么企图，那是绝不可能的。所以从一开始你就在防备着我。从你教会我第一条生存法则的时候，我便在防着你了。或者说，从进了监狱开始，我已经不再相信这世上的任何人了。我还是太小看你的领悟能力了，没想到教出去的生存法则，最后也是洗在了自己的生存法则中。只是你怎么知道我会对你下手？你是不是忘了一点？现在监狱里所有人都很怕我，监狱里任何事情我都知道。你觉得你找人偷运匕首和一些浓硫酸的事情，我会不知道吗？这又能说明什么？可你偏偏是在和我说完越狱计划之后准备的。我一直在想，你要浓硫酸做什么？当你拿着这个袋子跟我一起逃狱的时候，我就大致明白了。你大概是要用这瓶浓硫酸烧毁我的尸体，把我假扮成你的样子，然后自己彻底逃亡。说白了，你从最开始帮我，其实就是为自己逃狱做准备。这些都是你自己的猜测。没错，这些都是猜测，但你教过我做人做事谨慎一点，总不会错。既然有这个可能，那我就得做好防备。事实证明我没做错，我提前在厨房把猪肉灌满我的身体。我就说一刀刺进去总感觉怪怪的，没想到是刺到肉里了。我提前做好了这件肉铠甲，就是防备你的。还有那个袋子是我在厨房中的面粉，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打过你，只能用这种方法，用面粉迷了你的眼睛，至少能给自己多一线希望。你小子领悟能力真的很强，的确是个能成大事的人。栽在你手里，老夫认了。没想到老夫纵横一世，竟然会栽在一个毛头小子手里，真是世事难料啊！牧哥盯了一会儿，随后将袋子掏出一瓶浓硫酸，直接朝杜老身上喷。而本该死去的杜老身体一抽，突然跳起，朝牧哥扑来。怎么不继续装下去了？刚刚不是还挺能装的吗？被浓硫酸烧老实了。牧哥说完后，将手里的浓硫酸朝杜老丢去，趁着杜老手忙脚乱抵挡的空隙，将铁条刺进杜老的胸口。小子，我就算死也要拉你当垫背的。还好我肺活量高，加上他年迈，还受了点伤，不然我真可能会命丧于此。随后，牧哥将杜老的尸体拖到岸边，并将两人的囚服互换后，把浓硫酸倒在杜老的尸体上，随后推进湍急河流，收拾好现场。牧哥又转身回了下水道。他们果然是从下水道逃出来的，他们跑不远的，肯定就在这附近。加派人手，沿着河道在四周展开地毯式搜索。队长，那这里面呢？要不要派人搜一下？你脑子有病啊！他们都跑出来了，谁还会回去？这下水道里面半池粪水，又臭又冷，换成是你还会回去吗？你要想搜，你自己进去搜。牧哥沿着下水道一路往回爬，期间时不时听到车轮声和跑步声传过，恶臭的污水加上冰冷的环境，简直折磨。我要忍住，这是我唯一一次为父母报仇的机会。
洗了个澡，终于是感觉舒服多了。在下水道这段时间，我是一刻都不想回忆，现在是该回去了。平常我回来了，只是这里不再有我的家了。饿了快1天了，先找个摊位随便吃点东西吧。木哥随便找了个摊位，买了4个馒头和1碗稀饭。他很想狼吞虎咽，但这样太显眼，肯定会引人注意。兄弟，你咋了？这可能就是本能反应吧。看到警察，下意识的想要逃跑，还好忍住了。现在就赌他们没有发现我。没事，刚刚腿抽筋了一下。事实证明，木哥赌对了。警卫队长只是让老板上了早餐。老葛，怎么这么早还在搜查呢？嗨，别提了，监狱逃出来的那个犯人没找着，全城执法队都别想闲着，我们几个这都1天1夜没合眼了。逃出来1个，不是说2个吗？年轻那个找到，但已经死了。年纪大的那个以前可是个惯犯，这会儿不知道躲哪了。看来执法队那边认为死的是我，所以现在他们都把目标放在杜老身上。哎呦，那个年轻人死了，这可真是可惜了。可是什么？那小子强暴还杀人，要我说就应该直接判他死刑。现在才死，算是便宜他了。喂，兄弟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！我家孩子以前跟那个年轻人是同一学校的，听说那个年轻人是个老实娃，应该干不出这种事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人证物证都有，不是他干的，那是谁干的？哎，这谁知道呢？不过他爸妈也真够惨的，为他的事到处奔波，出了车祸连命都没了，好好一个家就这么死光了，可怜啊！可怜个屁！你是不知道吧？我告诉你，他爸妈也是该死。木哥听到这话，不由得身体发颤，目光死死地盯着那个时刻。喂，哥们，你怎么这样说话？人爹妈都死了，你嘴上能不能积点德啊？我是那女孩的亲戚，我能不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那小子他爸妈为了给那小子翻案，把之前那个死者的尸检报告给偷了。所以杜老当时分析的是对的，我父母是拿到什么关键证据被杀人灭口？看来问题就出在这尸检报告上。吃过早饭，木哥就这样若无其事的从2个执法队员面前离开，并在执法队对面找了一个条件比较好的宾馆。杜老说过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执法队搜查犯人都是一些小旅馆和网吧之类的地方，像这种规格比较高的宾馆，都只是派人询问一下。事实证明，平城警卫队来到对面宾馆，只是问了一嘴，他们根本想不到一个逃狱的犯人就在执法队对面。现在播报一条紧急消息：平城第1监狱杜某于前天逃出，现进行全城通缉。如有遇到行为举止异常的老年人，请立即拨打警卫电话。现在执法队还在认为死者是我，只有尸检之后才能发现是杜老。平城的技术不行，这种尸检得送到省城才能做得出来，估计也瞒不了多久。木哥趁着夜色来到一家宾馆外面，而这里就是校花惨死、木哥被陷害入狱的地方。这里是平城最好的宾馆，住1晚至少150块钱，我爸1个月的工资还不到800，而校花那个房间1晚都要1000多，我哪里付得起啊？木哥回想着自己在法庭上被这宾馆的服务员指控在这里开了房，还强行拉着校花上楼，心里生出一股愤怒。突然，一道身影吸引了他的注意力。我记得这个人叫赵董，当时害我入狱的证人之一。不许动，和我走。大哥，我没钱。我不要钱，我只有几个问题要问你。什么问题？我问你，是谁让你诬陷木哥的？你他妈是谁？又是那个木哥的朋友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这件事不是你能管的。你要不想像李二勇那样断胳膊断腿，就赶紧把老子放了。这件事谁管谁死。李二勇因为我的事断胳膊断腿了。李二勇被谁打伤的？他是被他自己的老大打伤的。怎么不信？你是不知道这件事背后的人势力到底有多大。李二勇嚷嚷着要为那个姓穆的讨回公道，背后老大直接让李二勇老大打断他的手脚，所以你自己掂量掂量，看看你有几条命够用的。你说的背后老板指的是谁？告诉我。小子，你别问我，我也不知道背后老板是谁。不想死的话，就赶紧把老子放开，不然再喊我就从这里刺进去了。大哥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！你刚才还说背后老板，现在说不知道，你觉得我会相信吗？我只是猜测，有人给了我2万块，让我指证那小子，这多大的手笔呀？那肯定是大老板，但我真不知道是谁啊！那这钱是谁给你的？是吴立红，是他给我钱，让我当证人的。吴立红，上学的时候，这个吴立红就不是什么善茬，看来校花的死，吴立红应该是知道内情。如果不想死，就打电话给他，说有人在调查你做伪证的事情，约他出来商讨解决的办法。
好，我知道了。红姐，出事了，有人找我调查木哥那件事，怀疑我做伪证，这怎么办？明天中午老地方见面。现在不行吗？我真有点怕。老娘今晚在陪虎哥的朋友，哪有时间过去？你也别怕，木哥被人弄死了，你一口咬死我背后的老板，能帮你解决这件事。我是只手遮天的黑道老大。你问我什么是黑道？黑道就是你一旦选择了这条路，就必须要比坏人更坏，比恶人更恶，要混就要做最大最狠的。大哥，你也听到了吧？他不愿今晚出来。木哥眉头紧锁，他本来是想今晚一并把所有的事情解决了，多等一天就多一分危险。那就明天见面吧。老地方是哪里？赵栋老老实实的把所有细节说了一遍。木哥将所有事记下来后，将赵栋结结实实的捆了起来。在我解决所有事情之前，你得住在这。我丑话说在前面，如果我出事了，那你也活不了。所以你想好还有什么没和我说清楚的？我说。果然赵栋又把细节补充了一下，是跟吴丽红见面的细节。这人果然还是藏了一手，要不是我扎了一下，我明天未必能见到吴丽红。你就在这好好待着吧，祈祷我不会出事，自己不一定还能再活几天了。今晚再去看看这个好兄弟，明天查出幕后真凶，就要用命去复仇了。兄弟，上学时咱俩就缺钱，你当时说等我以后有钱了，就买大彩电、小轿车，还有大别墅。这些我都给你买好了，一会儿再给你烧几个大美女，顺便多烧点钱。可是你怎么就……木哥躲在石墙后面，看着自己的好兄弟，也是眼眶发红。我这次烧的可是2人份呢，等我烧好了，就给你查出凶手，为你报仇。要是我命好，不用死，我这份就送你了。就这样，木哥一直站在后面，听着李二勇絮叨。良久，看着李二勇睡着后，木哥才转头离去。现在被通缉的人依然是杜老，说明现在行动是没问题的。接下来该去找吴丽红了。木哥按着赵栋说的老地方，来到一个网吧，并悄悄溜进了网吧最深处。看来当时的谣言并不假，这吴丽红和贺飞果然有一腿。木哥观察了一下周围，这才悄悄溜进了包间。红姐，电话。你干什么的？这包间不允许外人进，滚出去！小灵通没信号，接不到啊！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，谁没死啊？躲在角落伺机而动的木哥听到这话，面色猛然一变，而吴丽红的面色也变了。他转头望去，也发现了躲在角落的木哥，两人对视，木哥转身就跑。刚刚吴丽红接电话问谁没死，而他看我的眼神，那就说明杜老的尸检报告出来了，幕后的人已经知道这件事了，现在想要复仇恐怕很难。木哥躺在杂草堆当中，一边恢复体力，一边思索着报仇的方法。想报仇就要做到找到吴丽红的同时，又不能被平城执法队抓到。如果是杜老，那他会怎么做？如果遇到困难，不要慌，首先得三思，不仅是要从自己的角度来思考，还得从对方的角度思考，以及从一些旁观者的角度来思考，你就会有答案的。之前是按照我自己的角度，如何才能抓走吴丽红，这样肯定会失败。但现在我换个思路，如果我是吴丽红，我该怎么办呢？那个木哥肯定是要杀了你，你现在要不要找个地方躲起来？没关系，他刚刚已经在这里暴露了，况且这里还是你的地盘，有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他肯定不敢再回来的。毫无疑问，贺飞的网吧对他而言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如果说我在网吧制造一场混乱，那么是不是有机会带走吴丽红呢？现在执法队关注的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，现在我这身打扮，自然也不会在意到我。来到无人的角落，木哥掏出赵栋的小灵通，给学校的教导主任打了电话。你好，王主任是吧？是我，您是？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？前几天你来局里开会，我怎么跟你说的？是侯局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刚才走神了。您有什么事吩咐？什么事？你这政教主任怎么当的？你知不知道今天新街口那个地下网吧出事，有个杀人犯逃犯去了那里？我听人提起过，不过这跟咱们教育上没啥牵扯吧？你说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们学校有多少学生逃课跑到这个网吧，现在还在里面上网呢？这要是出什么事，你负责啊！侯局，您别生气，我这就带人去把这些学生抓回来。过了不到20分钟，便有好几伙人赶到了贺飞网吧，进去抓各自的学生。木哥也跟着混在人群中悄悄进去。另一边听到外面的哄闹声，贺飞不由得勃然大怒。他们的哪个王八羔子敢来老子这里闹事？不会是木哥吧？不会吧，这小子这么大胆，还敢来这里？
飞哥，不好了，附近几个高中的政教主任带队过来抓学生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这黑网吧平时也没人来管，今天这么多政教主任带队来抓人，那事情可就不小。走，出去看看。那些被逮住的学生，一个个的都被吓得瑟瑟发抖，所有人都被门外吸引。木哥悄悄地从后面溜进了包间。别出声，跟我走，不然我宰了你。知道我是谁吗？咱俩同学5年，我能不知道你是谁吗？5年，你都不记得了吗？小学的时候，咱俩就同学了3年，高中2年。5年同学，你就是这样对我的？收买证人，陷害我入狱，吴立红，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？木哥，你真以为我有这么大本事，能这样陷害你吗？我有这前前后后收买证人的钱，我还需要出去坐台吗？还需要住在那个破网吧里吗？那到底是谁陷害我的？有些事你还是不知道的好，你好不容易出来，还是逃到别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吧，再继续调查下去，你会没命的。吴立红，你觉得我现在还会在乎这条命吗？我爸妈都死了，我的人生也全都毁了，就算苟活下去又有什么意义？我活着的唯一信念就是报仇。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也不瞒着你了，陷害你的人你也认识，就是周豪。周豪，我是只手遮天的黑道老大。你问我什么是黑道？黑道就是你一旦选择了这条路，就必须要比坏人更坏，比恶人更恶，要混就要做最大最狠的。你说的周豪是哪个周豪？当然是咱们班那个周豪啊，他爸是咱们平城有名的大商人，家财万贯的那个周豪啊。此人不学无术，但因为家里太有钱了，在学校里横行霸道，无人敢惹。我跟此人也并无过多交往，我跟他无怨无仇，他为什么要陷害我？他也不是故意要陷害你，毕竟陷害你这一次花费60-70万，他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只能说一切都凑巧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其实校花很早之前就跟周豪在一起了，周豪在学校外面有一套房子，校花办了外宿，一直跟周豪住在一起的。原来自己爱慕了3年的白月光，竟然早就上了别人的床。那天晚上同学聚会后，校花就去找周豪了。当时还有一些外地来的富二代，这些人喝多了，又是一些吃糖果的人，就把校花折腾死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校花不是周豪的女朋友吗？在周豪眼里，根本没有女朋友这一说，只能算是玩物。那天晚上，这些人出了高价，你爱慕的那个校花是自愿的，只是没成想玩过火了，把人弄死了。木哥不由往后退了一步，这番话让他有种3观震碎的感觉。那我又是怎么回事？出了人命，总得有人出来担责吧？他们就想找个替罪羊，正好那天你表白失败，他们就选定了你，想制造这种求爱不成，恼羞成怒强暴杀人的桥段。他们把喝醉的你弄到宾馆，收买了那些证人，制造了这场冤案。原来这一切都是周豪一手制造的呀！如果自己那天没向校花表白，就不会引出这样的事情了，父母也不用死了呀。木哥的抽泣声传遍整个地角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木哥才缓过劲。所以你跟周豪是什么关系？我在周豪那里只是个能上得了台面的服务员罢了。说白了，我就是一条野狗，他高兴了喂我点吃的，不高兴了我就得出去坐台，自己挣钱养活自己。那为什么是你来收买这些证人？那天晚上的事，我也在现场。周豪给了我一笔钱，让我收买人证，我没有选择。如果我不照做，那我恐怕也活不了。所以你觉得自己还很无辜？我有什么无辜的？做了这种昧良心的事，早晚会有报应的。这个女人果然不一般，还以为她会求自己放过她，没想到那么淡定。那我爸妈呢？他们又是怎么回事？听到这话，吴丽红身体微微一抖，眼眶有些发红。他们拿到了第1份尸检报告，想要去省城为你上诉翻案。周豪怕事情暴露，就派人制造车祸，害死了他们。木哥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你觉得现在道歉有用吗？还是说说第1份尸检报告是怎么回事？校花死后，先被带去做了第1次尸检，报告显示校花体内有3个不同男人的体液，并没有你的体液。既然都有这1份尸检报告，那我又为什么会被判入狱？周豪花了大价钱把第1个法医调走，然后让人做了第2次尸检。第2份尸检报告显示校花体内只有你的体液。这周豪可真够卑鄙的，居然能做出这种事。在你父母拿到第1份尸检报告后，周豪就派人杀了你父母，并对外公布说你父母偷了尸检报告，肯玩混淆视听。周豪，这笔账我记下了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
木哥，咱们是老同学，我劝你一句，周豪不好对付，你还是离开平城吧。我连命都不要了，你觉得我会怕他吗？我知道你不怕死，可问题是周豪身边是有保镖的啊。保镖？是啊，当他们得知你没死的消息，他爸就给他安排了很多保镖，武校毕业、退伍军人都有，就算你拼了命，也碰不到周豪。虽然我不怕死，但就算拼了命也伤不到周豪，那我就是白死了。看来杀周豪这件事还得慢慢计划。木哥，要不你还是离开平城吧，你爸妈也不希望你死去，只要你愿意离开，我这里有10万块，我都给你，你找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，好好活下去。木哥盯着吴丽红，想要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什么异常，然而吴丽红表情诚恳，压根看不出丝毫的异样。你对我这个老同学倒是挺好呢，10万块，你坐台这些年挺挣钱啊。女人嘛，只要愿意把腿张开，肯定来钱快。这10万块是我所有的积蓄，你当我补偿你也好，当我看在同学情谊也好，只要你愿意离开，我都给你。如果不能报仇，我还不如现在自刎。周豪，我必杀你，老老实实把周豪的情况告诉我，把他可能隐藏的地方也告诉我。至于你，我或许会饶你一命。吴丽红怅然叹息，只能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。吴丽红，接下来我要去找周豪报仇了。你求爷爷告奶奶，祈祷我能活着回来，不然你就得跟赵东一起活活饿死在这里。吴丽红看着木哥的背，泪水无声无息的流了下来。按照吴丽红所说，周豪最近看上了迪厅新来的一个女孩，为了更容易得手，那他肯定会在蹦完迪后给她买朵花。就这样，木哥拎着花篮在这迪厅门口转悠，不知过了多久，一伙人从迪厅里走出来。木哥一眼就认出走在最前面的周豪。就是你，杀我父母，害我入狱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先生，给这位小姐买束花吧。那你帮我选一束最漂亮的，帮我送给她吧。好的，那我也顺便送你一朵白菊花吧。